我把所有运气都用完了，全都是为了能遇到你。今天是女孩结婚的大日子，在那庄严华丽的门前，没人来送她出嫁。作为贵族家里的长女，她甚至要自己坐公交去男方家出嫁，还得换好几趟车，到头来还要走好几里山路。虽然条件这么艰苦，她也没抱怨半句，心里只是对未见过面的丈夫有那么点期待和担心，到头来真的无家可归了。这个满脸惊喜的女孩叫美世，虽然这次的盲盒抽到了她喜欢的类型，但这只是在她凄惨的生活里难得的一点快乐。毕竟过去10几年，虽然她是家里的长女，却一直被继母和妹妹当成家仆那样对待，有时候甚至比仆人还苦。同父异母的妹妹还能大声斥责她无能和没用，尽管父亲也在场，但对这种情况似乎早已视若无睹，完全没反应，就像在默许妹妹的行为一样。妹妹越来越嚣张，相比之下，姐姐身上那朴素的麻衣，妹妹香耶却穿着昂贵的细缎，甚至因为看到姐姐会影响她的胃口，竟让她拿着饭碗到走廊上吃。而美世这边明知父亲不喜欢自己，小年纪就懂得如何生存，也只能接受这不公的现实。每天为了不被赶出家门，甚至还得像下人一样到处清扫院子，因为只有忙着干活时，脑子才能不去想别的。看着姐姐越来越卑微，香耶更是毫无顾忌地嘲笑和欺负她。虽然美世的境遇如此凄惨，她心里还是保持着乐观。她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能跟幸次先生聊上几句。陈氏幸次是陈氏家的独子，在京都也是有名的贵族，两家世代交好，所以他常来拜访美世的父亲。每次来都还是把美世当成大小姐，恭敬的行礼。两个年轻人显然早有情愫，本应是天作之合，但结局总是出人意料。美世在家中地位全无，现在连心爱的男人也留不住，所有的一切都被妹妹夺走。她被草率地嫁给了九堂家的家主。传说中，九堂家主青霞性格冷酷古怪，之前的几次婚姻，新娘都因受不了她的怪癖而逃走，现在轮到美世，仿佛被当垃圾一样急着扔掉，这就是全部的嫁妆了。这是明显的赶出家门，但对美世来说却是一种解脱。在火车上吃着清淡的饭团，看着窗外的风景，美世心里的阴霾也散了不少。她唯一希望的是不要再被赶出去就好。她们是地位悬殊的姐妹，同是贵族的千金。妹妹从小娇生惯养，姐姐却是简朴受苦，从小受尽折磨，也塑造了美世坚韧的性格。自卑又迷茫，刚嫁到九堂家的她总是顺从的样子，衣服破了也不敢吭声，只能在房间里偷偷缝补自己那套唯一的麻衣。这一幕很尴尬，被蹲在门外的老管家看到了。为了保护小姐的自尊，知道后的丈夫青霞没提起这件事，心想美世除了婚礼那天的衣服，可能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了。想到这个表面冷漠心里热情的男人，立刻建议美世陪他出去走走，毕竟结婚几个月还没逛过街呢。虽然不想麻烦别人的美世有点为难，但既然是青霞提出的，还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准备，手里那把旧梳子时时提醒着美世自己过去的卑微。结婚时只带了2个饭团，更别提化妆品了。身上这套衣服已经是美世能拿出手的最好的了。听到这的管家婆婆早就猜到了这种情况，特地早早准备了一整套化妆工具给她。就这样，在惊喜中，美世完成了她的第一次化妆。本就美丽的她，甚至让一向冷漠的丈夫眼前一亮，这气质立刻就不一样了。一路上的青霞也改变了往日的冷漠，对美世温柔细语。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青霞逐渐对这个温柔体贴的女孩认可了起来。繁华的街道上琳琅满目，看得出美世有点痴迷，差点忘了他们出来的本来目的。当青霞说喜欢啥就买啥时，懂事的她说自己啥都不需要，只希望不要让文夫丢脸。看到老婆这么懂事，青霞就带她去了城里最好的店，那家100年老店，专为皇室和贵族定做衣服而闻名。店主见到九堂家的家主来了，立刻笑眯眯地迎上去，俩人聊了一会儿家常。店主惊喜地说，觉得这女孩对青霞很特别，华静曾逃过3次婚的故事，在城里人尽皆知，所以店主说要为青霞的真爱留下，一定会精心做几套衣服给美世小姐。聊到最后实在没话说，但青霞心里泛起了波澜，难道自己真的动心了？约会的下半场他们去了甜品店，今天对美世来说真的很美好，这还是她第一次被人全程照顾，有人关心和陪伴。温柔的青霞正如管家婆婆所说，绝对是个宠妻狂，但这样的青霞让美世有点害怕。虽然她出身贵族，但从小就没有异能，这也是她不受父亲宠爱的原因。如果文夫知道真相，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她了，所以真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多持续一些。这些小事青霞几周前就已经调查清楚了，她不像那些迷信异能的老派贵族，对这种事情没有丝毫兴趣。她只是因为确信美世是对的人，所以当他们回到家，刚洗完澡的美世突然发现青霞送来了一份礼物。在这片霓虹文化中，送出梳子也代表着定情或订婚的意义，就像现在的钻戒一样。青霞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只是看到美世的木梳坏了，就想买个新的给她。这是美世离家后第一次在街上偶遇自己的妹妹，想起以前两人在家族里的地位，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都是出身名门，但妹妹从小被宠爱的像个珍宝，姐姐在家里却像个佣人一样被使唤。面对家人随意的侮辱和责骂，她也只能默默忍受道歉。所以和妹妹的这次见面，让美世又开始感到害怕和紧张，脑子里全是过去的悲惨经历，让美世浑身发抖。一句
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尖酸刻薄的妹妹依旧高傲自大，面露不屑，对姐姐恣意侮辱，好像已经成了习惯。妹妹讽刺道：“美式是不是被九堂家赶出来了，或者根本没进过人家的门？”再恶毒的话语，美式也只会低头不语，小声不停的道歉。最后还是管家婆婆出面，才让这个嚣张的恶女稍微收敛了点。这次的遭遇让刚开始有点自信的美式又一次感到自卑。回到家后，她情绪低落极了，习惯性的拿起抹布开始疯狂打扫，因为只有忙碌时才能不去胡思乱想，或是蜷缩在房间里把自己锁起来。毕竟过去的数十年留下的阴影太深了，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放下的。和过去和解并非易事。丈夫青霞感觉到美式情绪不对劲后，通过管家婆婆的描述，大概猜到了美式白天的遭遇。本来打算一起上街买些材料，为丈夫亲手制作小礼物，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知道了原委后，青霞也是气得不轻。第二天一大早就穿上军装，直奔美式的娘家。第一次去岳父家的青霞，把礼数做得非常到位。此行目的只有2个，一个是通知他们九堂家打算正式和美式订婚，不管礼金多少都打算尽快完婚；第二个是即使2家成亲，九堂家也不想和你们有任何瓜葛。这看似是青霞个人的请求，其实是对斋森家的一种警告。毕竟九堂家在京都是绝对有话语权的。说明白了这些后，青霞也是果断的起身离开。巧合的是，正好碰上了回来购物的香耶。看到这个恶女，青霞脸上没一点好色彩，直接忽略了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青霞的这个侧身差点让香耶迷失方向。回家的路上，一心只想着美式的她，为了帮助爱妻快速走出过去的阴影，身为8大家族之一的家主，亲自写信邀请了美式母亲曾经的贴身女仆过来。作为唯一一个真心疼爱美式的仆人，多年未见的他们有很多话要说。曾经为了主持公道给小姐出头，继母把她赶出了家门。这些年虽然不易，但她还是坚持好好生活。跟女仆的聊天让她精神多了，心情比以前好多了。得知这都是文夫青霞操化的，美式既惊讶又高兴，急匆匆地赶到丈夫的书房。在那里，她对青霞敞开了心扉。她来自名门，却没有异能，这一直是她心中的障碍，总怕有一天会被赶出去，所以她一直没敢坦白。但现在她不想再对九堂撒谎，她请求文夫处罚她，无论结果怎样她都接受。但美式不知道的是，青霞其实早就知道了一切。她不像其他守旧的贵族，有无异能对她来说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她完全认可她这个温柔善良的妻子。这确实是个极毒的妹妹。当她看到家中来访的九堂青霞，一眼就被她的帅气迷住了。得知这人是自己姐姐未来的丈夫，嫉妒的情绪在妹妹香耶心中油然而生。两姐妹地位一直不同，香耶在家向来是得宠的那个，得知姐姐这么幸福，她不顾与幸次的婚约，坚决要求换掉姐姐的未婚夫。这开启了一场伦理大戏。再看美式这边，在未婚夫青霞的细心照顾下，她的心情也逐渐明朗了。两人婚约确定后，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随着彼此接触的加深，两人也逐渐有了一些变化，连一向冷漠的青霞也开始慢慢显得温情起来，偶尔带着得力助手回家共进晚餐。回到家里，看到美式穿上新定做的衣服，青霞被她的美貌惊呆了。就在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香耶的夺夫计划正秘密进行中，内心充满了嫉妒，一步步侵蚀着她，无法忍受看到姐姐比自己幸福。这使得香耶变得更加恶毒，甚至直接去了幸次的家，想要换掉婚约。最初幸次只对美式感兴趣，但现在既然可以换新娘，他本以为幸次会高兴，但当知道这是他父亲的计划后，感觉自己被当做了工具，立刻爆发了异能。对于京都的贵族，所有的婚约交易都只是交换异能而已，所以对美式的浓厚兴趣肯定是对他身上某种能力的觊觎。而在另一边，美式还不知道已经被算计，正和管家婆婆仔细准备文夫的便当。他们本来也想给他一个惊喜，所以当生平第一次收到便当时，青霞又高兴又害羞，在忙碌的工作中简单说了几句，就匆匆回去工作了。然而美式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意外，一辆疾驰的车里，两个透明的身影强行把美式推上车并关了起来。不用想也知道这是香耶的手脚。幸好这一切都被管家婆婆看到，她急忙回去通知家主。掌握着军权的青霞立刻感到不安，正要命令部队全面出动。与父亲闹翻的幸次急忙跑来找他，有个极度的妹妹能做出多恶劣的事？当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可能气得牙都要咬碎。只是因为第一次见到姐夫，被他那出众的帅气迷住，完全不理会自己已有婚约，偏要按他的意愿改婚约，不许姐姐比自己过得好。这是香耶唯一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竟然当街绑架了他姐姐美式，还把她绑在仓库里侮辱。香耶誓言不达目的绝不放弃，这一幕全被继母看在眼里。这对母女此刻还是像以前那样，在他们眼里美式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原以为被家族随意处置的美式会死在无人之地，或者像仆人一样生活在某个角落，没想到九堂青霞突然对他产生了兴趣，甚至亲自来提亲。母女俩对美式拳打脚踢、辱骂的话语说得流畅自然，可见在过去10几年中，美式的生活有多艰难痛苦。剪破美式身上的新衣服，抓住美式的头发，香耶威胁说，只要同意解除与九堂家的婚约，今天就能放他一马。但无论这两个恶婆娘如何威胁，美式坚决不说一字。如果是以前，美式肯定会乖乖听话，但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柔弱的自己了。理由很简单，
和青霞相处的日子里，美世真切感受到了关心。青霞一点点修补她的原生家庭伤痕，多年的阴影，现在她怎能放弃这份难得的幸福，重返那冷漠的家族？宁愿死也不愿回去。香寮听了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又像泼妇一样歇斯底里的吼叫。画面突然转换，青霞马上得知消息，得知未婚妻被绑架，与父亲决裂的幸次也恰好来到了这里，显然这是香耶的阴谋。二人急匆匆地前往斋柳家，也就是美世的原生家族。一路上二人都担心美世的安全，在那个家族里难以想象美世会受到什么伤害。面对青霞和幸次的到来，斋柳家竟然拒绝开门，这种反常行为让二人更加确定美世就在里面。幸好青霞立刻使用异能，直接炸开了斋柳家的大门，二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首先遇到的是斋柳家的家主，也是美世的生父和幸次的生父。丢尽脸面的他们立刻向青霞发起攻击，二人同时出手，风暴骤起，巨大的龙卷风向青霞冲去。青霞毫发无损，她的实力远超二人预料。紧接着她召唤出雷遁，暂时让两位家主动弹不得。作为京都异能部队的队长，青霞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战斗。然而当她和幸次深入庭院时，不甘心的陈氏家主竟在这里施展了火遁，火焰在庭院周围舞动，青霞依旧毫发无损。整个斋柳家瞬间燃起大火，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怎么回事？不愿再拖延的青霞直接施展了天雷轰顶的绝招，让那个老头彻底失去了自理能力。家族里的障碍终于被清除，接下来就是专心寻找美好事物。在美世昏迷的前一刻，他模糊地看到青霞向自己冲来，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连说话都异常困难。借助最后的意志力，对丈夫的这番作为表示感谢。不多言，单是看到美世遍体鳞伤的样子，青霞就能大致猜到未婚妻所经历的一切。四处弥漫的杀气让那两个邪恶的女人不敢妄言。但后妈一走出仓库，被眼前火海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竟然为了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将斋柳家数百年的基业付之一炬。而香耶至今仍是那副傲慢姿态，面对青霞开始严厉指责姐姐美世的种种不足，说她丑陋，性格软弱，命中注定低贱等等。青霞的耐心也快要被逼到极限，她只淡淡的说了一句滚，一切尽在不言中，就这么定了。这次危机让斋柳家变成了废墟。美世第二天醒来，看到青霞守护了自己整整一夜，正要询问香耶他们的情况，青霞扶起美世，一切都已经结束。那对网上被众人声讨的毒母女，他们终于遭到了应有的报应。之前多么嚣张，现在则是低头认错。曾经为了改变婚约绑架了女主美世，并对她施加了残酷的羞辱和暴力，幸亏有九堂青霞的及时出手，他直接冲进斋森家，一场大火把庭院烧得一干二净，连带着家族几代人的积累也化为乌有。从此之后，曾经的京都名门贵族斋森家也逐渐没落，解雇了大部分仆人，并搬到了乡下。继母被送到寺庙里，每天都要忏悔，而那个自高自大的大小姐香耶变成了一个仆人，被送到了一个严格的贵族家中服侍。对于她那种大小姐脾气，未来的日子肯定难熬。这一切的变化对美世来说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在她昏迷的短短2天内，自己曾经被轻视的家族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美世仍保持善心，请求青霞陪她回娘家看看，毕竟那也是她成长的地方。在青霞的陪同下，美世被眼前的惨状深深震撼，曾经的豪华府邸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回忆起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美世满是回忆和感慨，她想要一一道来，把这一切都告诉她的丈夫青霞，因为这也是她能让青霞了解的不多的事情之一。接着她带着丈夫来到一棵樱花树下，这棵大树是美世母亲嫁入斋森家时种下的小树苗，每次想念母亲，美世就会悄悄地来到这里，藏在这棵大树下，跟母亲的遗像聊天，所以这棵树也充满了无数珍贵的回忆。看到这一幕的青霞，没想到自己一时的冲动竟然让美世这么难过，她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些许的自责。确实是这样，美世过去的所有苦难就像被那场大火焚烧，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些曾经欺负她的家人也预计不会再见面了。因此在回家的路上，青霞对美世说，谈了谈订婚的事情，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天开始准备婚礼的相关手续，因为她的父亲也一直在催。青霞想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就这样，一场简单的日式订婚仪式举行了，双方在文书上分别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由于美世家族的没落，双方并没有进行聘礼交换，仪式现场除了管家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简单却温馨。与现在隆重的婚礼相比，那些需要应付的亲友反而不如这样的订婚更能体现出婚姻本就是两个相爱人的事，和其他人无关。正式订婚后的几天，这对新人甜蜜的不像话，这个重大的喜讯也立刻在九堂家引起了轰动。看着那个曾3次退婚的男人突然正式订婚了，家族立刻派了先锋队来庆祝这难得的喜事，同时也打探美世的所有背景信息。九堂夜月不仅是家族派来的探子，还是青霞请来的为美世提供淑女教育的导师，这全是美世的主意。因为他从小就被当作仆人，所以对于大家族的规矩和要求他不太了解。夜月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第一次见面时，面对青霞的姐姐，美世非常恭敬，表现的礼貌周到，
和那些被宠坏的大小姐完全不同，这让叶月看了也开始理解为什么美式能够掌握住青霞。这个女孩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一边培训美式，一边细心观察她的每一个动作，连平时不怎么关心细节的青霞都忍不住在门外偷听。她担心这位直爽的姐姐会把美式吓倒。在这番悉心教导之后，叶月打算带美式参加2个月后的贵妇人社交聚会。这次聚会，京都大半的贵族都会来，那将是介绍美式的好机会，让她认识更多人。听到这个计划，青霞在一旁也开始给紧张的美式加油鼓劲。叶月也让她放心，作为酒堂家未来的主母，宴会上没人敢对你怎样。说完这些，她就简单交代后离开了。而美式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保持家族的荣誉，这是女主美式异能觉醒的征兆。在幽暗的角落里，无数异鬼的触手四处伸展，预示着世界即将陷入混乱。美式体内的异能也即将在不远的将来觉醒。事实上，就在前一天，酒堂青霞接手了一个棘手的案件，那是一个被视为禁忌的神圣墓地，被一群神秘人士破坏了。这个所谓的神墓，也是压制着众多怨灵的封印之地。这里历经数百年，埋葬了无数异能者，因此当神墓被破坏，释放了大量怨灵，整个京都都为之动容。即便是新婚的青霞，也被急召前往大殿讨论对策。这次紧急召集的是3大家族的继承人，其中陈氏家与酒堂青霞关系匪浅，由于神墓的破坏，后果极为严重，命令他们去收服那些逃逸的异鬼。而这位殿下拥有预见未来的异能，他预见到京都不久将会陷入战争，还有无数人将会丧生。听到这些的3人非常震惊，为了充分准备，殿下也开始提前做安排。而青霞正准备出发对抗异鬼，殿下却私下里对他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仅仅是订婚这件事，竟然让最高权力者都来关心。青霞回去的路上思考，可能是因为她预见了美式将会有一个不同的未来。尽管在家族中，美式因为没有异能而不被重视，从小吃尽苦头，受尽虐待，可他们却不知道，美式她妈妈也是出自一个有异能的贵族家庭。她家族掌握的是一种叫做薄刃的特殊能力，这个能力非常稀有，不仅能洞察人心，还能操控人的梦境。但为了不让美式多虑，所以青霞一直在背后默默调查这些事。她的初衷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她的未婚妻。因为任务的紧迫性，青霞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匆匆回家看一眼。她没有叫醒或告诉任何人，毕竟这次行动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安全回来。为了有效控制四散的异鬼，上面特地派了一个顾问来帮助青霞。2人见面没有多说废话，直接切入正题，开始了解神墓的当前状况。但调查显示，现状非常严峻，从街上冒出的异鬼，目前只收服了一小部分，其他各种强度的异鬼，周围的人拿他们没办法，已经有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青霞带领着他的特异功能小队直奔神墓中心，他们刚到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有几只凶恶的鬼物扑了过来。幸好青霞反应迅速，用他的大火球术一直战斗到天亮。这几只异鬼就这么难对付，如果数量再多一些，那么即使是全队出动也没用。想到后面京都将要面对的严峻局面，青霞越来越担心家里的美式了。美式这边的情况是，她完全不知道外头的事，全心全意准备社交派对，日夜不停地练习礼仪和姿势，从走路到吃饭，甚至连说话的方式都要小心，总是试图讨好别人。这种做法最后的效果往往不佳。叶月这边也体贴地指出了美式的一些问题。在这段时间里相处，双方的感情迅速升温。姐姐叶月也非常认可这个弟妹，有她在青霞旁边，真的很放心。就这么定了。为了派对上的表现，叶月决定带美式出去实地练习。但他们刚出门，美式就像是丢了魂似的，看起来心思完全不在焉。家里的管家婆婆注意到了这一点，猜想可能是练习的太累了，原本打算取消这次的练习，但美式还是决定坚持。她觉得自己没问题，只是最近总是做噩梦，没能好好休息。脱掉衣服躺上床，新婚的她独守空房，文夫忙于工作日夜不归。上次趁着机会回家，却不知道门口出现了一只人形恶狼。夫人，你一定也不想丈夫因此丢掉工作。这个男人叫做贺木星，他是京都高层派来的特别顾问，他的任务是帮助青霞消灭封印中的恶鬼。但他还没来得及去部队报道，就巧合地发现了在街上晕倒的美式。他外表文质彬彬，带着悠然自得的语气，这样的态度难免让人喜欢。感谢完之后，美式看着那个帅气男人开车离开，但看看美式这边，显得心神不宁，这让管家和叶月都开始担心，可能是因为他最近学得太过火，或是因为那些每晚都会做的噩梦。她现在的状态明显不如以前，好像被什么邪念缠身，常常会自己发呆。对于学习家族礼仪，她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不想将来让丈夫难堪，成了她的动力。尽管叶月姐姐也一再告诉她要多休息，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派对，她感觉自己还没准备好。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坚持夜以继日的练习。担心她的姐姐为了让美式能稍微放松点，趁大家一起吃饭的机会，分享了自己过去的离婚经历。叶月17岁那年，因为家族联姻，也是一场包办婚姻，对方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人。叶月对前夫的第一印象是温柔且善良，他们最初的日子
过得很甜蜜幸福。但作为大家族的叶月，始终无法和丈夫家人亲近，不擅长家务，行事也显得不够成熟，常被长辈指手画脚。即便丈夫安慰她始终不愿意面对问题，与叶月的感情最终也出现了裂痕。最后一次大吵后，双方决定离婚。现在的美世和青霞完全不受家族的束缚，姐姐真是好羡慕这点呢。美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把困扰自己的事或者心事分享出来，所有的事都压在心里，怕给别人增加负担，这样持续久了，双方就会产生隔阂。因此叶月抓住这个机会，希望美世能把近期困扰自己的事全道出来。转头看看青霞这边，仅仅是每日驱逐恶鬼就耗尽大把精力，即使人手这么紧张，也挡不住四处的邪恶势力。预感很快，恶鬼将会侵袭京都，青霞便召集了各大家族商讨抵抗计划。连续工作好几天之后，终于能回家休息一晚，结果却听说美世在街上晕倒了。他想照顾自己的未婚妻，但无论青霞怎么问，美世总是装作一切正常。他明显心事重重，却始终不愿吐露，这让青霞急得大声说话。青霞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遭受多年虐待的美世内心的恐惧与自卑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最后青霞说，如果美世需要找人倾诉，随时都可以找他，因为他是可以依靠的人。就这样，第二天青霞又是一整天的忙碌，而美世依然被噩梦困扰。白天即便一个人，也不停地练习淑女礼仪。在每日的压力下，加上长期缺乏休息，越来越瘦了。贺木心的出现点燃了夫妻之间潜藏的矛盾。他来找青霞，虽然和美世不太熟悉，但还是看出了美世最近的变化。言辞里对青霞颇有指责，觉得是这男人给的压力太大，一直在学习什么古板的礼仪，才让美世变得如此憔悴和虚弱，好像贺木心在替美世出头一样。尽管美世一再说自己没事，青霞作为丈夫也尽职，而且这全是她自愿的。这场争吵一直到美世几乎晕倒才结束。离开前，贺木心给了美世一张名片，还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晚青霞回家时，家里一片漆黑死寂，有种不祥的预感。她大声呼唤美世，这时的她在厨房发呆，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意识到后的美世一直在道歉，说自己走神了没出去迎接。看到这一幕，青霞既担心又害怕，稳住美世后追问她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脸色这么差，还瘦了这么多。她早就注意到了，美世每晚都做噩梦，甚至在街上晕倒，为什么都不告诉别人？难道她就那么不可信吗？如果哪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个隐形的超级富二代，那会是什么感觉呢？这女孩叫美世，从小遭到继母虐待，父亲对她也总是冷漠无情，直到今天才揭晓真相，原来她的亲生母亲竟是神秘贵族薄刃家族的后裔，而那位昨天才初次见面的秘书竟然是她的表兄，他的名字叫薄刃心。九堂青霞为了早日解开美世的心结，特意带她归宗返祖，没想到刚到家族就获得了这么重大的消息。对方毫不避讳地告诉她，美世肯定是被噩梦困扰，还说她有办法可以解决。初次得知自己有超能力的美世满脸的难以置信，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异能，从小就受尽了白眼和嘲笑，这也是父亲对她不闻不问的原因。在常人看来，拥有异能必须的是得有见鬼之才，通俗来说就是能看见鬼，所以小美世因为看不见这些，就被家人认为是个无用之人。然而作为神秘的薄刃家族，他们家族的异能完全不同。美世拥有的是名为梦见的特殊能力，这能力和她母亲一样，可以随意操控他人的梦境，传达自己想说的话，这无疑是最强的情报传递方式。而九堂却抛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美世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让她在父亲那里受苦，而不是早早把她接回家族？听到这些，这位初次见面的祖父也是因为不想打草惊蛇，不敢轻易把她带回家，毕竟担心其他有不轨图谋的家族知道了这一切，最危险的其实是美世自己。经过这番对话之后，青霞的疑惑也得到了答案，于是薄刃家决定帮美世摆脱噩梦的困扰，但条件是她必须回到家族。而文夫人青霞却坚决反对，不愿意让美世成为家族利益的筹码，立刻站出来保护她。然而询问到美世本人的想法时，她的回答让青霞感到心痛。旁边的薄刃心提出可以通过一场1对1的决斗来决定，胜者为王。青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当两人走到户外，摆好姿势准备开始时，出其不意，薄刃心忽然抽出了一把特制的剑。幸好青霞胸有成竹，并未多言，知道自己必须在短距离内快速反应。随着枪声接连不断，两人的对决正式开始。薄刃心第一个动用了自己的异能，利用幻影和复制技术来迷惑对手，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薄刃家的特殊情况，那就是薄刃家的人都不具备见鬼的能力，因为对他们而言，异能不是战斗的首选，他们不需要与之对抗，反而他们的觉醒能力特别针对那些普通贵族异能者，只有与这些人对战，才能真正显示出家族的恐怖实力。随着薄刃心的幻影技能展开，青霞也不甘示弱地施展了自己的雷电法术，不仅自身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还在瞬间破解了薄刃心的幻影。看着两人你来我往战的难
解难分。一旁的美式大声叫嚷着让他们停下，他实在不愿看到任何一方受伤。博刃心终于展示了自己的真正实力，既擅长策略，也精于掌控人心，这显示了他的深谋远虑。所以最终青霞败下阵来，败者的代价就是必须将爱妻美式交出。结界一出现，青霞就被瞬移至大门外。美式这边则越发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他，只能在心里默默为青霞祈祷，同时希望能给她带来些安慰。博刃心故意拿出了美式母亲的照片，意图让美式认识到自己的高贵血统，以及承担起继承家族的责任。他也是希望能鼓励美式振作，于是透露了他体内的异能全能，原来能操控他人梦境，这只是其中一点微小功能。更重要的事实是，当婚姻变成了权贵的交易，女性只被视为生育工具。悲痛的呼喊声回荡在庄园里，尽管仆人们急忙前来帮忙，但事实上现场的人都在冷眼旁观，习惯性的在一旁等待，仿佛与他们无关。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帮助或指导，却只有静静端着一盆开水等待。本应是新生命诞生的喜悦时刻，应该是全家人的欢笑，但在女人痛苦的呼喊中，反倒像是一幕谋杀现场。终于使出浑身解数，成功将孩子生下，并给孩子取名为美式。但在女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美式抱在怀里时，没想到刚出生的孩子竟然已经显露出异能。明明是如此不凡的天赋，这让程美作为妈妈的心里忐忑不安。她叫薄刃程美，虽然同为京都的名门贵族，一直都在延续家族世代的商业传统，但由于一些原因，整个家族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正因如此出现了问题，京都的斋森家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反复提出联姻的建议，只要程美小姐愿意嫁过去，就能帮助他们家族度过这次危机。大家都清楚，这次联姻完全是为了薄刃家的异能，程美所拥有的还是一种叫做梦见的稀有能力，这种能力能控制任何人的梦境，还能洗脑和窥探对方的所有信息和秘密。当时的薄刃家族长，也就是程美的父亲，也心知肚明，尽管家族企业岌岌可危，但作为父亲他自然是拒绝的。明白这一切的程美自然理解父亲的困境和无奈，但作为家中长女，为了将来还能在京都立足，程美最终还是不顾反对接受了这门婚事。于是这场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也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在婚礼上，斋森家完全不顾程美的感受，催促男方尽快行动，力争在几天内让程美怀孕。因此现在美式的出生并没有让程美作为母亲的心情平复，反而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她想要摆脱贵族的束缚的心情变得更加强烈。随着身体日益衰弱，明知自己时日无多的她，决定瞒着所有人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把美式的特殊能力全封了起来。作为一个没异能的贵族成员，虽然将来肯定少不了被人说闲话和欺负，但至少能脱离家族的控制，能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未来。多年以后，长大的美式重新回到这棵樱花树下，现在终于觉醒了她的异能，借助她的特殊能力，看见了妈妈过去的一切。即使是人生的最后时刻，程美还在为美式做打算，这份无私的母爱让美式很是敬佩。现在她又回到了薄刃家，心情复杂难以言表。在了解了一切真相后，美式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她这几个月来第一次睡得这么好。清晨醒来的她，开始过上了她本应有的生活，第一次像个真正的贵族小姐，被人精心照顾。新的薄刃家专门为美式准备了一套新衣服，这套衣服也是薄刃家传统女性的装扮，但美式看起来并不怎么高兴。尽管待遇和以前完全是两回事，但美式还是一心只想着她的爱人九堂青霞。那是她和青霞第一次逛街时买的衣服，也是美式视为珍宝的第一件衣服。听到这里，薄刃心的脸色立刻变了。他说以后不会再让美式去九堂家做新娘，当初的嫁接完全是因为家族觉得她麻烦，从现在开始他要好好保护美式，不让她再受到任何伤害。自大的薄刃心完全没想到，美式其实已经深爱着青霞，并且在心里早已把她当做了自己的丈夫。他们两个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家族施加的压力。青霞早就知道了美式没有异能，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整个斋森家，这就说明她的感情多么真切，但自己却因为种种理由在无意义的家族责任中伤害了青霞。看到母亲回忆后，美式更想去找青霞了。青霞原本想抢回美式，但京都的异鬼大军压境，为了大局着想，青霞不得不拔刀而战，暂时把妻子的事搁置，而自己的异能部队也只能勉强抵抗异鬼的进攻。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青霞只能带领大家不断战斗。战斗中为了救部下，青霞被异鬼击中心脏，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得知这一消息后，美式不顾所有反对，坚持要回去照顾自己的丈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唯一条件是要带上自己，因为必须确保美式的安全。他拥有梦见之力，在梦中见到一切的能力，但在不知不觉中常失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异能，经常向未婚夫隐瞒自己的健康状况，却因此大吵一架，否定了他为他做的一切，导致他难以承受而昏倒。为了弄清楚美式为何常做噩梦，开车前往薄刃家，这时候揭露了贺木心的真实身份。贺木只是他在外界的假名，他和美式一样是薄刃家的人，还是他的表哥。薄刃心没有否认美式的噩梦源于薄刃家的血统，
他的异能是关键，而且异能强得可怕。得知自己有异能时，美式眼睛瞪得老大。小时候测试时根本没有异能表现，怎么突然说有异能了？博刃星这时候解释了原因，薄刃家的异能很不一样，和见鬼的才能完全不挂钩。这时候美式的祖父突然出现了，问美式来这里是不是觉得舒服多了？确实，自从来到薄刃家，美式觉得身体轻松多了。这一切的原因是薄刃家布下的结界，只要美式愿意留下，不久身体就能完全恢复。关于美式常有噩梦，祖父表示想帮忙解决，必须把美式还给薄刃家。对此，青霞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之前不把美式接回家？祖父解释说，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美式有异能，直到最近才察觉到他的异能有所波动，而美式的异能在薄刃家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进入别人的梦境，如果不由他们来管理，可能会导致大灾难。听说要让未婚妻留下，青霞立刻怒了，她坚决不让美式留在薄刃家，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护她。但薄刃星提到之前的绑架事件，说美式因为噩梦受苦不堪，此外还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大局。于是他询问美式的意见，但美式犹豫不决。看到这种情况，薄刃家竟提出通过决斗来决定美式的去留。如果青霞胜出，他们就告诉他如何控制美式的异能。就算美式不想用这种方法决定，青霞已经失去理智答应了。决斗一开始，薄刃星就耍赖拿出手枪，青霞一刀劈向薄刃星，结果打中的只是个幻影，反而自己的手臂中了一枪。尽管受伤，青霞的攻势还是毫不减弱。薄刃星看出打不过青霞，就不再隐藏真实意图，说明薄刃家的异能不是用来清除异形，而是专为打败异能者而设。话音未落，烟雾弥漫，烟散后薄刃星变成了7个，但这招很快就被青霞的落雷击溃。为了赢得美式，薄刃星又召唤出更多分身，但在青霞眼里这都是小把戏。美式正要上前制止，却被祖父拉住。祖父警告不要靠近以免受伤。青霞正要冲上去结束战斗，薄刃星却闯进了他的意识，让他看见美式挡在他前面。美式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他冲上前想拉住青霞。决斗结果是青霞输了，回家后被夜月严厉训斥。夜月坚持让他必须把美式带回。青霞觉得自己没资格，因为输了。夜月一拳打在青霞的头上，美式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帮你，如果他知道你这么轻易放弃，你们的关系就真的没救了。这时候总部来电话，叫青霞去对付异形。夜月希望他暂时不要去，但局势关系到全城的安全，青霞不得不去。如果美式知道因为他耽误了事，他绝对不会原谅自己。薄刃星那边也听说异形靠近帝都，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帝都的未来会怎样？美式归回薄刃宗家，只要美式安全就心满意足。他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此刻美式还在担忧青霞是否安全。幸好薄刃星并没有真的伤害他，只是用结界把青霞推出门外。青霞马上就投入到工作中。薄刃家认为让每个人各司其职更妥当，摆出美式母亲的照片给他看。薄刃成美能把思维传入别人心里，拥有这力量的人生下的孩子会继承一种罕见的梦境异能，可以无声无息渗透进别人的梦中，还能控制他们的梦境来洗脑。如果这种力量再提升一步，能在梦里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就在这时，祖父突然进了房间，向美式透露力量封印正是他母亲的作为。这是我见过最不可思议的女孩，命运复杂，身世神秘，从小备受虐待，像仆人一样生活。她的来历竟是父亲策划的一场阴谋。原来母亲进入斋森家实属无奈之举，家族因鹤木贸易的支持而存续，但因鹤木与客户的商谈失败，导致家族企业几乎破产。薄人家因此背负巨债，愿意支付这些债务，目的直指美式母亲的特殊能力。尽管多次请求都被祖父拒绝，母亲不忍看家族衰败，不顾家族的旧规矩，还是接受了斋森的条件。斋森真一终于得偿所愿，取得母亲。可就在结婚第一天，父亲就断绝了母亲与娘家的所有联系。祖父让美式把手放在樱花树上，这才真正明白了父亲的真面目。母亲的婚事并非出于真爱，斋森家只是为了获得薄刃家的能力。母亲怀胎10月生下美式，当时就意识到女儿具有梦见的能力，但离开薄刃家后身体日益衰弱。偶然听见爸爸的对话，原来没有薄刃的异能，我们家就得降级。突然明白自己只是个生育的工具，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会活太久。美式的特殊能力将越来越明显，如果不把美式的能力封起来，以后可能被斋森家利用，甚至威胁到我们薄刃家。第二天，薄刃星穿上了巫女的服装，青霞送的衣服也被他好好保存着。回到薄刃家后的几天里，美式的异能没再失控，噩梦不再出现，身体也渐渐好转，但青霞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心里其实早已有了答案，留在这里全因为自己犹豫不决。第二天和薄刃星聊天，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和青霞道别，想亲口说出那些未曾说过的话，但仅仅想见青霞一面已经很难。薄刃星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是因为要遵循祖宗的规矩，薄刃家的后代只能在族内选对象，朋友和恋人也不能是外族的人，家族的责任是对付那些失控的异能者。但从小到大我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命令，感觉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意义，一直在等待命运之轮的转动。与此同时，已经恢复的青霞赶到了战场，将那些出现的恶灵全部消灭。天空中忽然掉下一根枯枝，恶灵正藏在树梢准备发动攻击，关键时刻青霞成功救下了武道，但还是被恶灵侵入了身体一部分。
得到的答案仍然是不行。虽然口头上拒绝，却在美式身上看到了女儿的影子。如果当初没有让女儿离开，也许不会有今天这种情况，美式也不会受到这些苦。今后会尽力保护美式，不让她受伤。美式从小就一直受到欺凌，对于突然出现的家人显然感到困惑，不太清楚家庭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听美式这么说，祖父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觉得听到孙女坦诚的话很是欣慰，能和人分享自己的烦恼，这正是家人的作用。希望美式能多依赖他们一些，家的纽带不会因为小事就断裂。虽然之前不支持女儿的选择，更多的是担心而不是生气，现在则是满心的悔意。那时候没有意识到真正该保护的是什么，因此失去了珍贵的女儿。现在作为家族的一份子，能和美式重聚，感到内心的幸福。美式又一次站在樱花树下，她明白了母亲所有的付出，尽管这过程中受到了伤害，但她真心希望母亲能幸福。就在这时，博刃星传来前线的紧急消息，青霞在战斗中受伤昏迷。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美式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赶回青霞身边。博刃星抓住了她，但美式已经决定了，即使冲破阻碍也要离开。博刃星不想对美式撒谎，坦白真相，留下美式的不是他个人的决定。早在美式离开斋森家的时候，为了实现薄刃家夺回梦见巫女的愿望，他选择了和天皇做交易。如果违背命令，不只是薄刃家，连美式也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如果坚持要见青霞作为条件，他必须陪同前往。这时他转头看向祖父，祖父这时也终于松了口气，然后命人拿来樱花和服给美式。坐在车里的美式只想祈祷，希望青霞能安然无恙。这是美式第一次运用血脉之力，当他睁开眼睛时，只看到宇宙万物环绕在周围，但前方是未知的黑洞，即便是一去不复返，也得坚持向前，全心全意只为追随他的愿望。天空染上了血一般的红色，周围的树枝已经失去了活力，那些密集的异鬼正围绕着。这时青霞慢慢走来，她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怪物的毒，已经迷失在了幻境里。于是她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面对这些异鬼，她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但终究抵挡不住他们的无穷攻击。没想到一不小心，连紫色的头发带也掉了。此刻青霞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在这里倒下，因为她还没能见到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当美式恢复意识，原来她回到了儿时的斋森家，对这个地方她早已了如指掌，也只有在梦见的力量帮助下，她才能返回那个让她既留恋又痛苦的地方。只看到那个小女孩的身影在不断穿行，为了弄清楚原因，美式一直在跟随她，直到推开门的那一刻，是那个女孩为她开启了一条黑暗的道路。这一刻，美式再也无所畏惧，为了青霞，她也要冲破阻碍，前往黑暗之地。这时从水面上升起了地狱之门，原来这扇门正是她不愿回忆的过去。当她推门而入，看到的是身穿仆人服的美式，正是她内心的恶魔，也是她在斋森家时那个无助的自己。在那个心魔的眼中，每一天都生活在极度痛苦中，仿佛身处炼狱，只有让自己变得麻木，她才不会感受到任何痛苦。原来那个曾经的美式，无论遇到什么，总是选择放弃。她母亲的离世，妹妹的侮辱，继母的虐待，父亲的冷淡，也让她生活在绝望中。直到她出现，感觉到了那份温暖和唯一的希望之光。这一刻，美式也勇敢面对曾经的自己，尽管满身都是伤痕，她也绝不退缩，直到找到心里一直想念的那个人。当内心的恶魔消散时，手中滑落的是一条紫色的发带，那正是她为青霞精心选择的礼物。另一边的青霞已经力不从心，被无尽的异鬼折磨得精疲力尽。就在这关键时刻，美式依靠信仰的力量找到了这里，从此开始在月光下守护她。只见她双手结印，随即一圈白光闪现，挡住了那些异鬼的接近。看着青霞虽伤痕累累，但她的眼神始终只关注着美式。下一刻，异鬼又开始蔓延，原来是一些盗墓者在作祟。这时候，陛下亲自出现，为了消灭这强大的异能者青霞以及拥有梦之力的美式，他决定亲自施展法术。只见满天的血色云聚集所有异物，危险程度急剧上升。美式握紧青霞的手，做好了生死决战的准备。然而，这位行事大不如前的陛下，为了一举消灭两人，施展了他一生的绝学。当一切尘埃落定，血色的天空中被晨光替代，正是这条紫色发带让你被发现。于是美式亲手为青霞戴上，竟然在薄刃家中说出了那番话。其实那并非他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两人心里都希望紧紧相连。当两人再次醒来时，所有人都激动地流下了泪水，让美式泪如雨下。只看到武道小子也在那儿激动不已。薄刃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一幕被美式目睹，于是他赶紧追了出去。原来薄刃星终于想通了，自己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至于美式是否回到家族，他也不再坚持，毕竟在他心里美式也是家人。这时青霞也走了过来，还记得上次输得一塌糊涂，他打算再和对方较量一次。就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两人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重新开始了甜蜜的日常，一起吃饭，一起笑着聊天，等着爱人下班回家。原来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